女孩亲眼撞见男友劈腿，男人不仅毫无愧疚，反而各种羞辱。她怒对渣男后果断分手。本以为前路艰难，毕竟得罪了金圈太子爷，然而她转身就遇到了财神爷，一个帅气男人躺在花丛求救，开口就是50万报酬。乔冉下意识想救，可想起无数小说场景，路边的男人不能捡，于是她毫不留情转身就走。可没想到对方比她还快，一把拽住她的脚踝，300万，救救救，马上救！但凡犹豫1秒，都是对这300万的不尊重。她瞬间化身大力士，扛着人就往医院跑。到了医院，一系列检查后，医生扶了扶眼镜，病人是过敏引起的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再晚一步就会休克。乔冉松了口气，太好了，他的300万保住了。医生笑了笑，多亏你跑得快。病床上的沈渊听了，冷笑一声，能不快吗？他都被颠吐了3次，肋骨也差点折了。乔冉听到男人的冷笑，咻的一下就窜到前去，无比热情的献爱心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渴不渴？饿不饿？想不想上厕所？男人下意识接了一句，难道你还能扶我去？乔冉接道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这可是他的300万啊。男人看着一脸无辜的乔冉，不禁发出灵魂拷问，你真的是个女人吗？乔冉一下子就惊到了，反手就按下床铃，着急忙慌的喊人，医生、护士，快啊！这人好像病得不轻啊，连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。天哪，过敏居然这么可怕吗？刚走了2步就又被喊回来的医生，简直无语透顶。有没有可能他是不好意思呢？乔冉这才恍然大悟，转头看向男人说道，您别不好意思呀，咱们凡事向前看嘛，我这点职业操守还是有的，别说扶您上厕所，就算帮您洗澡我也乐意，主打一个有求必应。男人身高185加，身形修长挺拔，再配上那张帅的人神共愤的脸，怎么看都是他赚了呀。沈渊额角青筋跳出，你想得到美。乔冉轻轻咬了咬下唇，脸上泛起一丝娇羞，想想又不犯法吗？沈渊忽然想起他刚才把自己扛在肩上，一路狂奔来医院的样子，脑海里想起一句话来，林黛玉倒拔垂杨柳。见男人一个劲盯着自己瞧，乔冉一个机灵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你该不会想赖账吧？什么？低沉的声线带着威亚，说不出的性感撩人。可乔冉丝毫没被迷惑，你亲口答应的，我送你来医院，你给我300万，我有视频为证，别想抵赖。说着掏出手机，瞧，证据在这呢。沈渊难得沉默了，在他20多年的人生中，从来没遇到会这种骚操作的人，怎么比他还颠呢？他刚要开口，就听砰的一声，病房门猛地被撞开了，周静满头大汗的冲了进来，一脸焦急的说，对不起啊，沈总，您现在感觉咋样？都怪我疏忽了，医疗车就在外面呢，我马上安排您转院。男人冷冷的回了句，不是你的疏忽，难不成还是我的啊？要不是他，你今晚估计都得给我收尸了。一旁的乔冉忍不住挺了挺胸膛，那是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男人头疼的厉害，给他300万，赶紧叫他走，他多1秒都不想看到他。好的，沈总。周静干脆利落的开了张支票，乔小姐，这是300万的支票，请您收好。乔冉没想到他还真给，此时的他无比庆幸，这个手分的好啊，300万，这可太值了。沈总果然重信守诺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还有这种好事记得联系我，1回生2回熟，我可以打8折的。男人悠悠开口，严重过敏可是能要人命的，真那么好心，就怕我好点。乔冉笑容腼腆，其他业务我也熟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力气大，还练过2下子，虽然比不上保镖，但在某些时刻起码比您的助理要管用的多。被 Q 的周静膝盖一疼，你推销就好好推销，怎么还当面放冷箭？原以为男人会拒绝，没想到他接过名片，认真点了点头，好，我会考虑。乔冉喜不自胜，正想说拜拜，就听男人问，有男朋友吗？分了，就在刚刚。男人挑眉，见他不信，乔冉立正，他劈腿还说我穷，渣男语录一句接一句的，我这个暴脾气，一个没忍住就把他给踹了，还顺便嘲讽了他一把。怎么嘲讽的？男人好奇，我笑话他是根腰子不行的烂黄瓜。噗，咳。一旁吃瓜的周静听到这句，呛得直咳嗽，见沈总看他，又赶紧忍住，憋得他老脸通红，眼泪汪汪。男人也笑了，脾气确实挺暴，其实我平时很温柔的，尤其是为像您这样的老板服务，绝对100个顺从听话，所以您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，咱们价钱好商量，打8折吗？那我可谢谢你啊。不用，谁叫我人美心善，喜欢助人为乐呢？沈渊的视线落在他身上，是挺美的，怪不得太子爷能跟他谈1年多。乔冉被他这么盯着，心里直发毛，忍不住的问，您还有啥吩咐呀？你脸皮厚吗？乔冉沉默了一小会儿，脸皮这玩意儿就跟素质一样，遇强则强。那就行，从今天开始做我太太，1个月10万，我们契约结婚为期3年，我会给你1辆车1套房，再配1个司机，平时没什么事我不会联系你，但如果有事，你必须马上出现，无条件配合我，当然这是另外的价格，到时候看你表现发奖金，要是觉得可以，我们明天早上就去领证。乔冉一下子愣住了，见他不说话，嫌少啊？乔冉下意识点头，是有点，毕竟他刚刚才得了300万巨款，1个月10万的金额确实有点不够看。20万，既然都加了，干脆多加点50万吧。男人冷笑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我的命才值300万。周静，送他出去。别，急得乔冉连忙扒拉他胳膊，讨价还价不是很正常吗？有商有量事情才能成，你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？何况人家是个女孩子，就不能稍微矜持娇羞一下吗？男人嘴角一抽，刚刚把我扛在肩上飞奔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是女孩子了？乔冉义正言辞，人命面前一切都是小事。男人无语，我信了你的邪。乔冉循循善诱，老板，您真的不考虑再加点吗？一旦契约结婚，我就是您最忠心的狗腿子，我将好好工作，全心全意配合您。您让我往东，我绝不会往西，只要钱到位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24小时服务，随叫随到，哪怕您想看我徒手劈砖、倒立洗头、空中转碟等等，我都可以，包您满意。你还会这些？那当然。乔冉觉得自己被看扁了，眼睛一转，正好看到一块板砖，毫不犹豫拿了过来。老板，我这就给您表演个徒手拍砖。说着扬起手来，可就在手快碰到板砖的时候，又猛地停住了，脑袋一歪看着男人，老板，才艺表演是另外的价格，您看
看，10万。话音刚落，咔嚓一声，板砖就从中间齐刷刷砍断了，速度快的叫沈渊都没看清楚他是怎么操作的，他不由坐直了身体。周静连忙把断了的板砖双手捧给男人，断面整齐，确实没有作假。对上男人震惊的表情，乔冉明媚飞舞的双眸带着说不出的自信和骄傲。老板您觉得如何？视觉效果可还满意？满意，简直满意的不得了。要是把他带回老宅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那场面想想都热闹。30万，明天就去领证，成交。生怕男人反悔，乔冉鞍前马后的伺候着。同样怕女人改变主意的沈渊，也是一晚上没睡，各种威逼利诱。就这么耗到天亮的两人，顶着熊猫眼火速赶到民政局，以最快的速度扯了结婚证。出门的那一瞬，乔冉默了默，你们有钱人结婚都这么潦草的吗？连个背调都不做，万一他是个骗子怎么办？沈渊哥俩好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以后这种惊喜还很多，习惯就好。然后又交代助理送他去明月湾，带他去挑一辆车，再把老李派给他做司机，安排后来找我。男人交代完后，递给乔冉一张金卡，这里面有50万，30万是这个月预支的工资，剩下是你昨晚的辛苦费，还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虽然我们是假结婚，但我沈渊的太太绝不能委屈一点。乔冉愈发觉得这个婚结的太值了。接下来好些天，他再也没见过沈渊，要不是包里的金卡和红彤彤的结婚证，他都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。这天他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，今天晚上6点，我让司机去接你，记得打扮漂亮点。乔冉无语，你谁啊？还接他？诈骗电话吧？你说我是谁？拿了钱就翻脸不认账。乔冉猛地想起他好像结婚了，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就收拾好自己，随时待命。男人嗤笑，想起我是谁了？您是我老板，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哪怕有朝一日我老年痴呆连自个儿都忘了，我也会记得您。还是算了，我怕你赖上我。听听这无情冷漠的话语，真是令人宫寒，那也比折财要好。乔冉悠悠道，古话说得好，亏7者百财不入，您只有在我身上拼命砸钱，您才能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，繁荣昌盛。男人反问，我看起来就那么好忽悠？试试呗，商人重利且迷信，万一碰见个人傻钱多还疑神疑鬼的，我的财运不就来了？闭嘴吧你，好好的姑娘怎么就长了一张嘴呢？2个小时后，我接你回老宅见家长。乔冉来了精神，请问您需要我以什么身份出现？温柔端庄、乖巧懂事，还是娇蛮跋扈？沈渊挑眉，本性出演就好，反正你脸皮厚能打不怕吃亏。乔冉懂了，得嘞，包你满意。挂上电话的沈渊笑得意味深长，今晚的老宅将格外热闹。结果快乐不过3秒，助理就带来一个坏消息，沈总，城西那块地被三爷给抢了，原本合同都要签字了，三爷忽然打电话以低了2%的点把地皮给抢了，这会儿三爷的人已经在去签合同的路上，我们就算赶过去也来不及。什么？这可是几十个亿的项目啊，就这么被人抢了，还是自己的亲叔叔。男人蓦地笑了，乔冉这个嘴啊，莫非开过光？你先往乔冉的账户上汇100万，剩下的事不用管了。他倒要看看这100万花出去能不能叫沈氏集团财源滚滚。正在化妆的乔冉忽然收到男人100万，激动的他直接抱起手机亲了好几口。这哪里是老板，分明是送上门的财神爷。老板这么器重他，他绝不能给老板掉链子。男人来的时候，乔冉刚收拾妥当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说着张开手臂，在沈渊面前转了一个圈。好看吗？墨绿色旗袍，上面绣着大朵的芍药，包裹着乔冉玲珑有致的身体，该瘦瘦该凸凸，每一分都恰到好处。饶是不为美色所动的沈渊都不禁眼前一亮。墨绿色映着她如雪般的娇嫩肌肤，再配上珍珠首饰，竟出奇的好看。一颦一笑风情万种，活生生的小妖精。衣服不错，沈渊毫不吝啬地夸赞道。那是当然，这件旗袍可花了我好几万大洋呢。说完猛地意识到，在资本家面前谈钱，无异于自取其辱。哪家爸总能瞧上几万块的衣服？没想到男人却笑了。我是想说，人比衣服更美。乔冉的嘴角瞬间上扬，必须的，我可是天生的衣服架子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下巴微扬，唇角勾起，妩媚中透着一丝清纯。沈渊的喉结动了动，不露痕迹地移开视线。走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忽然觉得有点热。乔冉并没有察觉到男人的异常，上车后的他立马向沈渊了解情况。今晚见家长是怎么个见法？你都给我说说，我到时候好发挥。女子特有的清香在沈渊鼻间萦绕，他轻咳一声，视线看向窗外，不用忍，也不用讨好任何人，不管是我爷爷还是我母亲，但凡叫你不高兴或者提了什么过分要求，你都可以当场对回去。但是有一个人要特别注意，我三叔。明白了，来来来，展开说说。对上他满脸八卦的表情，男人笑了。他一直想跟我抢沈氏集团的总裁位置，今天下午还从我手里抢了10几个亿的项目，晚上他肯定会为难你。你要是能叫他吃瘪，除了今天的100万，我再给你100万做奖励。如果能叫他把这个项目吐出来，我分你3000万。多少？乔冉不由坐直了身子。你确定会分我3000万？我沈渊向来说话算话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，我绝对叫他把这个项目给你吐出来。充当司机的周静忍不住提醒，乔小姐，那可是10几亿的项目。我知道啊，这不是有3000万吊着吗？我高低得试一试。他都不敢想象，有了这3000万，她该是个多么开朗的小女孩。周静又说，三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您不会是他的对手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？我连你老板都能拿下，区三爷算什么？你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今天我就叫你明白，什么叫永远都不要小瞧一枚社畜。沈渊失笑，好，那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乔冉正要说什么，周静忽然一个急拐弯，乔冉猛地朝沈渊怀里扎去。沈渊下意识把人搂住，女子的腰肢盈盈一握，软得不得了，再加上那被他刻意忽视的芳香，轰的一声，有什么在男人脑海炸开。短暂空白后，心头像是过电一般，沈渊整个人瞬间僵直。乔冉也愣了，掌心隔着薄薄的衬衫，无比清晰地感受到男人胸膛传来的温度，他甚至能听到他的心跳声。鬼使神差下，乔冉伸出手去，在男人的胸膛摸了一把，手感不错啊。就在他摸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男人悠悠开口，好摸吗？摸一下10万。乔冉顿住，摸一下而已，这么小
小气干嘛？听不见，他听不见。你已经摸了50万，确定要继续吗？夫妻间的事能叫摸吗？明明是在跟您联络感情，话虽如此，身体却很诚实的坐直，并且离沈渊远远的，生怕挨到他。男人乐了，你可真是油盐不进啊！亏他刚刚还脑补了一系列画面。乔冉轻咳一声，忽然道：“所以你下午是因为被三爷抢走项目，又想起我说的那句亏妻者百财不入，这才给我100万的对吧？而且你早就想好让我去对付三爷，故意用3000万跟我做交易，是笃定我会答应，也相信我能做到。当然做不到也没关系，至少能恶心对方，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价值如何，值不值得你长期投资。”男人低笑：“你真的很聪明。”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仅从简单对话就能猜出沈渊的心思，何止是聪明，简直快有读心术了。乔冉也笑了：“老板看得起我，对我寄予厚望，我也不能叫您失望不是？那我今晚就看你发挥。总之一句话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都不用怕，我替你兜底。”乔冉摩拳擦掌：“您都这么客气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他敢肯定，这10几个亿的项目一旦吐出来，他分到手的绝对不止3000万。既然如此，还等什么？干就完了。沈家老宅，车子在别墅面前停下，管家亲自小跑上前替他打开车门：“七少爷，大伙都到了，就差您嘞。”在看到他身边的乔冉时，又笑道：“这位就是七少奶奶吧？七少爷您的眼光可真不赖。”那不废话吗？沈渊笑着牵起乔冉的手往里走：“我亲爱的三叔也在吧？”“在的，听说三爷今天签了大项目，早早来了老宅，特地等您回来庆祝。则费尽心机好不容易从我手里抢到的合同，不赶紧想着去落实，光惦记着炫耀了。”他看向乔冉：“你要是把他的项目抢了，他8成会被气疯。气疯总比气死强。我这么年轻，还不想进去踩缝纫机。放心，就算真死了也赖不到你身上。我这人还是很护短的。”乔冉眉开眼笑：“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”边上的李管家眼皮一跳，今晚又有热闹可以看了。见沈渊进来，众人停下交谈，纷纷转头看了过来。作为沈老爷子最器重的孙儿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尤其是他的婚姻大事。偏偏这人不按常理出牌，表面笑眯眯，实则下死手，主打一个六亲不认。听说老爷子开始逼婚，让他去相亲，他转头就跟人领了证，还说要带回老宅见家长，这让众人怎能不震惊？一道道视线像 X 光在乔冉身上扫射，他像是没事人似的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，看上去温和无害，好说话。偏偏这身打扮搞半天，他喜欢的竟然是这种妖艳货色。亏他们一个个谋足了力气，搜罗了各种名媛往沈渊跟前塞，简直离了个大谱。乔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太师椅上正跟人品茗的沈老爷子。沈渊旁若无人上前，端起茶杯嗅了嗅放下，又是大红袍。武夷山上那几两大红袍够你喝几天的，也不知道换个茶叶。老爷子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笑得更加和蔼，指着旁边的杯子道：“知道你爱喝白茶，我亲自泡的。”男人挑眉，端起杯子就递到乔冉嘴边：“尝尝看，要是不喜欢我叫爷爷重新泡。”乔冉丝毫不慌，正要伸手接过，却被男人躲过：“我喂你。”对上沈渊含笑的视线，乔冉也笑了：“小样，入戏挺快啊。”只见他微微低头抿了一口茶后，满脸娇羞：“真好喝呀，喜欢就好。我是想说，你的爱比茶更让我甜，老公，我真的好爱你啊，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呢。”饶是厚脸皮的沈渊都宕机了几秒，连沈老爷子也抖了抖：“行了行了，搁这儿演我呢，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你们小年轻这套。阿渊这是从哪找的女孩？别是被骗了吧？除了长得漂亮点，有什么本事？听说还是个一穷二白的大学生。现在的女孩子可了不得，为嫁入豪门不择手段。阿渊你年纪小不知道，别被人家几句谄媚话就给骗了。你可是沈氏集团的接班人，随随便便就娶个贫民窟女孩，如此草率，将来如何服众？还怎么将沈氏发扬光大？这尖酸刻薄的茶言茶语，除了那位三爷还有谁？”男人看向乔冉，用眼神示意：“去战斗吧，皮卡丘。”收到讯号的乔冉温柔又不失礼貌，立刻笑着说道：“谢谢三叔夸我年轻漂亮还聪明，您和阿渊不愧是亲人，连夸我的词都一样了。”沈文丽耶，谁说我在夸你？乔冉语气真诚：“虽然我们小姑娘都喜欢年轻多金还帅气的小哥哥，但万一有特殊癖好的呢？万一有就喜欢闻老人味的呢？所以您不用拈酸吃醋，多点耐心等一等，说不定真能遇见个图你钱的呢。到时候肯定也跟您甜甜蜜蜜谈情说爱。你放肆！”沈文丽的脸都绿了。沈渊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太太，目无尊卑，毫无教养。你听听她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，简直不堪入耳。乔冉悠悠叹气，真相总是令人难以接受。您也不用气急败坏，恼羞成怒。人啊，不服老不行，承认自己年纪大没什么丢人的，反正我们也不会笑话你，顶多就是看不起而已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既然这样对我说话，滚！给我马上滚出去！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沈文丽脸色狰狞，气得他恨不得想扑上去撕烂乔冉的嘴呀！破防了！你这承受能力不行啊，三叔！由此可见您以前的生活多么贫瘠匮乏，连这种小场面都遭不住，何谈工作上的大风大浪呢？他摇头叹息：“我要是爷爷，一想到公司有您这种小心眼、爱记仇且只会无能狂怒的人，睡觉都得2只眼睛轮流站岗。”噗嗤，不知道是谁忽然笑出声来。乔冉闻声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站着又美又飒的女人，正笑得前俯后仰。他对着沈渊道：“大侄子，你究竟从哪里捡到这么个宝贝？快告诉我，我也去捡一个。”沈渊认真回答：“等有人算计你，在性命垂危的时候，先别去医院，找个偏僻寂静的小公园趴好，安静等待。你想要的宝贝自然会出现。先说好，如果运气不好还没遇到宝贝，就提前挂了，到时候别赖我。当然，出于人道主义和血缘关系，我会多烧点纸给你，绝对
对不会叫你做一个穷鬼。沈青青嘴角抽搐，你可真孝顺啊，我的大侄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沈渊那个离婚3次、至美双全又癫又狂，连沈老爷子都没办法的小姑姑啊。姑姑好，声音清脆响亮，大有过年好的气势。正准备捏乔然脸蛋的沈青青，被这震耳欲聋的问候给干沉默了。这孩子长得挺俊，就是脑子怎么有点不大灵光。说完又叹气，不过已经很好了，毕竟我大侄子那死出样，是个人都瞧不上，真是难为你要被他给祸害。见面的时候肯定没戴眼镜吧？这叫他怎么回答呢？因为他确实没有戴，可这样回答会不会得罪老板？老板不高兴就会扣奖金。一想到钱袋子，乔冉疯狂摇头。不，沈渊对我可好了，在我眼里他又帅又多金。三叔不也说了吗？我一穷二白的大学生，能嫁给沈渊肯定是祖坟着了，冒烟都不行，一定是我前世救了他的命，才有了今生这段缘，叫我有了跨阶级身份转变，实现质的飞跃。男人点头，可不咋地，一下子跨得有点大，差点给劈了。乔冉娇羞，就算劈了，也是爱你的形状。对上老板怀疑的眼神，他当即表演了一个比心，顺便还对他比了一个 win。沈渊的沉默震耳欲聋，沈青青的嘴角抽得跟中风了似的，半晌才吐出一句：“你俩还真是王八看绿豆，什么锅配什么盖。”乔冉眉开眼笑，多谢小姑姑夸我们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被忽视的沈文丽咬牙切齿：“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还不快把这个哗众取宠的小贱人给我赶出去！”结果没人动，沈文丽更气了，还想开口，就听乔冉叹气：“三叔，我劝您还是省点力气，与其现在就无能狂怒，不如原地躺平速磕救心丸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万一哪天真被我气嘎了，想再跟您说话还得烧纸，手续怪多的不是。”本就怒不可遏的沈文丽听了乔冉的话，你了几声后晕了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有人指责乔冉：“你真的太过分，如果三叔出了什么事，我要你好看。”三夫人更是伤心不已，指着沈渊哽咽道：“你就这么任由一个不知姓名的外人欺负自家人？他好歹还是你三叔呀！”乔冉无辜眨眼，可能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告诉三叔，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，有钱人亦会踢到铁板，我就是那钢铁般的战士。不过你们别太担心，祸害1000年，三叔没那么容易死的。说完，一个潘州丹蛇皮走位挤进人群，抓起沈文丽的胳膊，对着几个穴位使劲按了下去。嗷呜，疼的沈文丽当场跳起，抱着胳膊龇牙咧嘴，好似一只马喽，疼死我了！瞧瞧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活蹦乱跳，多有活力！沈文丽眼泪汪汪的，扯着嗓子大声吼道：“你刚刚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”乔冉这才一拍脑袋说道：“哦，我都忘了跟您说了，我以前学过几年中医，急救知识也懂那么一些。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”沈文丽几欲崩溃，带着哭腔怒喊：“沈渊，你到底娶了个什么玩意儿？”男人眼底含笑，染了宠溺的语气低沉道：“自然是讨人喜欢的宝贝。三叔不是已经高兴的快哭了吗？我哭你爷爷个腿！你睁大眼睛看看，我这像是高兴的样子吗？”乔冉扭头就对沈老爷子告状：“爷爷，三叔他骂你，虽然三叔没多大本事，心眼也不好，可是好歹要懂得尊老爱幼呀！现在就敢当着您的面骂您，以后那还得了？”沈文丽气得嘴角抽搐，手指哆嗦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然后就真的晕了过去。老爷子看着兵荒马乱的大厅，再看看旁边笑得一脸乖巧无辜的乔冉，头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语和离谱。偏偏乔冉又补了一句：“三叔的心理素质真差啊，几句话就晕了，还是我家阿渊好，孝顺能干还扛事。爷爷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叫他去跑腿，起码成熟稳重靠得住不是？”沈渊点头，要是能把集团给我继承就更好不过了。老爷子都气笑了，想屁吃呢你，还把集团给你继承？要不我这当爷爷的也听你使唤得了。男人想了想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个嘚儿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都给我滚去吃饭！乌烟瘴气的像什么样子？得嘞！男人牵着乔冉麻溜坐好。这时乔冉又开口道：“终于知道你这疯癫的精神状态随谁了。谁能想到外人眼中不近人情、古板严苛的小老头，私底下如此清新脱俗？果然啊，基因是个好东西。”沈渊得意：“那必须的，不然他会这么疼我。”真以为只是单纯的隔辈亲呐，但又本能觉得这话有些不大对劲，正要开口，就听乔冉问道：“我刚刚表现得如何？”“很不错，这奖金只多不少。”乔冉心满意足：“阿渊你对我真好。”那双弯月般的眸子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像是落入满天繁星，一闪一闪，晃得沈渊心尖都随之一颤，他不由失了神。见男人一个劲盯着自己瞧，乔冉心中大惊：“你该不会是想后悔扣我奖金吧？”男人的脸瞬间黑了：“闭嘴吧你！”乔冉却误以为自己猜对了，在接下来的场子中卖力表演，拼命发挥。男人究竟有没有感受到他的努力，他不知道，但他倒是交了几个好朋友。没办法，谁叫他精神状态遥遥领先呢？这时沈甜甜提醒道：“你一定要小心三叔，你今天晚上叫他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他应该会报复你。”多谢小甜甜，我记住了，你对我真好，简直是个小仙女，我可太喜欢你了。沈甜甜脸色微红，从小就被男生追求的她，早已对甜言蜜语免疫。可面对同为女孩子的乔冉，在她如此直接的表白下，她竟有些羞涩。没有了，你也很好呀，既然是好朋友，那我就送你个见面礼吧。说完，掏出手机现场给乔冉转账，并标注自动赠与4个字：必须收，不然就是不想跟我做朋友。乔冉数着那一串零，被豪得差点哭出来。呜，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？出手就是8位数起步，在女孩的威逼利诱下，乔冉只能含泪收下，并将她的备注小仙女当场改成了散财童子。有了沈甜甜开头，剩下的人也不甘示弱，纷纷拿起手机转账，以至于她回房休息时，整个人都是飘着的。哎妈呀，快给我揉揉，手都要抽筋了！你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实在太热情，非要塞我钱，我不收都不行。为了我们的友好发展和平共处，我只能牺牲自己含泪收钱。男人挑眉：“你让我给你揉？乔冉，你飘了，钱
乔冉一个机灵，立马站直，对不起，您是老板，您请坐。麻溜端茶倒水，捏胳膊揉肩。俗话说得好，饮水当思源，我时刻谨记眼前的荣华富贵全是您带来的。您放心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都服从您的指挥，执行您的决定，时刻准备好为您牺牲一切，忠诚与您，永不叛您。声音洪亮，眼神坚定，附带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沈渊嘴角抽搐，你搁这儿给我背入党宣言呢？乔冉义正言辞，在我心里，您和党同样重要。闭嘴吧你！你再说两句就把我给送进去了。我们这几天住老宅，你小心点何其！我四叔的姑爷就是今天晚上一直盯着你瞧，还笑得极其油腻恶心的那个蠢货。乔冉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人来，原来是他，还以为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哥，没想到是你家姑爷。他旁边就是你四叔家的千金吧？胆子这么大，敢当着自己老婆的面勾引我，他是想死吗？沈渊讥笑道，他算哪门子的少爷？你看沈家谁待见他？哦，展开说说。沈渊被逗笑了，你就这么喜欢听八卦？八卦是我每天活下去的动力和快乐源泉。身为俗人的我就这么点爱好了。像您这种一出生就在罗马，被金钱包围的富贵选手，当然不会懂我们身为牛马的苦逼和无奈。快讲快讲！乔冉眨巴着星星眼，金主爸爸，你看到我这无比深情的双眼中的渴望了吗？沈渊眼底划过一抹不自在，轻咳一声，移开视线。沈蕊那个恋爱脑当初就是看中何其那张脸，又被他的甜言蜜语哄得团团转。四叔没办法，只能把他招为上门女婿，可惜狗改不了吃屎。婚后他依旧在外面沾花惹草，还被四叔撞见过2次。偏偏沈蕊对他深信不疑，认为何其是无辜的受害者，甚至为了他跟四叔决裂。四叔被气得没办法，吵也吵了，闹也闹了，最后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只能随他们去了。现在沈蕊只听何其一个人的话，甚至为了讨他开心，主动给何其找女人，生怕何其不要他。他就是吃准沈蕊这一点，才会肆无忌惮，连你的主意也敢打。我去，他超爱啊！原来恋爱脑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，并不会因为你有钱而会放过你。乔冉咬牙切齿，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沈蕊那么漂亮，渣男怎么舍得扑了她的？如果上天给我2个愿望，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，第2个是希望祖国越来越好，第3个呢？沈渊顺势问了句，让全世界的渣男都给我去嘎！你说你骗感情也就算了，连钱也骗，简直太过分！女娲听了都得气得炸棺材板。但愿我未来的老公懂事点，要是叫我知道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乔冉脸上划过一抹阴沉，嘴角溢出冷笑，视线不动声色地往沈渊扫去。男人顿觉两股间似有阵风刮过，不由并拢双腿，并且提醒乔冉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乔冉立刻道，老板您误会了，我说的是未来老公，并不是您。那就好。男人顿时松了口气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你一定要小心，这2人都是疯狗，万一联起手来算计你，我又不在你身边能及时救场，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吃亏？乔冉乐了，乔姐我呀，往后这大半辈子绝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吃亏了，您就瞧好吧。他要真敢整什么幺蛾子，我一定叫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见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，男人笑了，好，我拭目以待。沈渊有事需要去公司处理，他前脚刚走，后脚三叔的人就来请乔冉。三爷说今天晚上的事情可能跟您有点误会，想请您过去好好谈谈。话音刚落，2名保镖就站在他面前。乔冉挑眉戏谑道，看来我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啊。行，那就走呗，不过先让我换身衣服。既然是谈和，好歹要有点诚意不是？对方点头，七少奶奶您请便。很快，乔冉换了一身明制的汉服出来，差点叫人以为他穿越而来。走了一半，保镖拿出探测仪搜身，乔冉假装好奇，随后踩着恨天高，抡起探测仪就是一顿猛砸，打得保镖抱头乱窜，连3房的管家都未能幸免。直到3人跪地求饶，乔冉才收手。他哼了一声，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十分骄矜地扬了扬下巴，犹如霸气全开的女王。带路，管家不敢吱声，灰溜溜地陪在乔冉身旁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忽然觉得三爷今晚又要吃亏了。三爷看着鼻青脸肿的保镖和管家，当场暴走。你这个！乔冉挑眉，嚣张跋扈地盯着他。三爷猛地想起今晚的目的，硬生生把剩下的话给咽了下去，憋了半天，才生硬地吐出一句：“你这身衣服不错。”见三爷脸都憋红了，乔冉心情大好，他直接在椅子上坐下，大爷似的点了点头。我也觉得。三爷扯出一抹笑容来，侄媳妇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我们今天晚上可能有点误会，都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，在我面前戳弄是非，说你的坏话。作为长辈的我关心则乱，这不就误会你了吗？好在现在误会解除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就给三叔一个面子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也祝你和阿渊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乔冉看着眼前的香槟，微微挑眉，见他不接，三爷的表情冷了几分，看样子你是不想给我这个面子了。乔冉认真说道，我确实是为了钱才嫁给沈渊的，既然三叔想谈和，不妨拿出点诚意来。俗话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只要钱到位，您叫我做什么都成。三爷没想到他如此直白，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接，过了好几秒才不确定问，你缺钱？乔冉疯狂点头，缺，贼缺。搞半天原来是想要钱啊。三爷嗤笑一声，行，给你300万。挖去，这么多？嘴上却道，才300万啊，沈渊出手就是3000万，你这高低有点不够看啊。他一脸嫌弃的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三叔，你到底有没有钱？该不会是个穷鬼吧？你放屁，我堂堂沈氏集团三爷我会没钱？男人感觉有被侮辱到，当场填了一张5000万的支票扔给他，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乔冉连忙接住，仔仔细细数了好几遍，确定是5000万后，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卡姿兰大眼睛，天真无邪的看着沈文丽，三叔，这钱你是自愿给我的，事后不会要回去，更不会以敲诈罪把我送进去吧？我他妈是那种人骂我，但一想到自己的正事，当场立字据并且盖上自己的私人印章，你这下总该放心了吧？一字一句咬牙切齿。乔冉心满意足，哎呀，不愧是三叔，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，您就瞧好吧，从今以后咱俩应该和平相处，您敬我1尺，我肯定还您1丈。好，三叔相信你说到做到，但他也没忘记
记自己的目的，将一开始倒的那杯香槟推了过去。乔冉不疑有他，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就一仰而尽。三叔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随后转头又说一句，那个三叔啊，你可以把这瓶香槟送给我吗？三爷笑了，意味深长道，当然可以。阿强把香槟送给七少奶奶，叫她好好的品尝品尝。谢谢三叔。见他欢天喜地的抱着香槟离开，三爷骂了一声蠢货，哼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，还敢跟我大呼小叫，今晚我就叫他知道得罪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。记得叫人到时候多拍点照片，这次我一定要让沈渊颜面尽失，成为整个京城的笑话。三爷眼神阴鸷，看得叫人后背发麻。乔冉回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汉服脱下，袖子里顺势掉出一大团被浸湿的棉花。他就知道这男人请他过去没憋什么好屁，豪门权贵想算计谁，无非就是下药绑架威逼利诱那些套路，小说里都快写烂了。于是他特地换了身汉服，又在袖子里塞好棉花，借着宽大袖子的遮掩，把酒全都倒在了棉花上。就你那点小把戏，还敢在你乔姐面前玩，也不打听打听，乔姐我是那么好骗的吗？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乔冉眼珠子咕噜噜转，没有动。下一刻，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可以啊，连钥匙都能搞到。阿强一进门就看到乔冉冲自己傻笑，怀里搂着从沈三爷那里要来的香槟。乔小姐，您还好吗？乔冉嘿嘿一笑，继而皱眉，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我头好晕啊！见他马上晕倒，阿强一个箭步上前把人扶住，冲身后的保镖低声呵斥，还不快把人扶过去，要是耽误了三爷的好事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果然是三爷，外面的人已经被支开，乔冉被扶着神不知鬼不觉的去了2楼尽头的客房。怎么样，成了吗？门刚一开，何其那张油腻到令人作呕的脸就凑了上来。阿强笑道，姑爷，三爷可是冒着被老爷子惩罚的风险才把人给你弄来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！你放心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何其指着柜子上架着的摄影机，得意又阴狠，有了这些录像，他就算知道是我们做的也不敢声张，只能乖乖吃哑巴亏。那就好，希望姑爷今天晚上玩得开心。阿强说完就把乔冉推了进去，为避免意外，特地叫人守在外面，吩咐下去，无论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出声。何其看着坐在地上的乔冉，迫不及待的就扑过去，乔冉顺势一滚，何其扑了个空，重重摔在地上，尤其是小兄弟刚刚站起来就被撞了回去，钻心的疼叫他脸色煞白，发出嗷的一声惨叫。不等他爬起来，乔冉就一脚踩在他的背上，整挺好啊，我的便宜你也敢占？何其龇牙咧嘴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，你不是被下了药吗？乔冉见他满头大汗，啧了一声，挺疼的吧？废话，你他妈试试疼不疼？他严重怀疑自己那里是不是出问题了，想挣扎着起身，却被乔冉死死踩在地上，动也动不了。说说吧，你和沈文丽打算怎么合谋算计我？何其不承认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小兄弟能不能保住呢？乔冉从床上抄起一根鞭子，对着他比划了2下，吓得何其连忙求饶，我错了，不该打你的主意。你看你也没什么损失，这事就算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弥补你的，我可以给你钱的，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。真的？那你打算给我多少？这50万。乔冉满脸不屑，你知道刚刚三爷给了我多少吗？乔冉伸出5根手指头，5000万。他疯了吗？何其发出尖锐报名声，三爷一出手就是5000万，你拿50万就想收买我，打发叫花子呢？都说沈蕊爱你爱得死去活来，结果连钱都不肯给你花，紧要关头拿100万出来丢人现眼。何其，你不行啊！男人最不能听到的2个字就是不行。深觉被侮辱的何其扯着嗓子就喊，谁说我没钱了？我他妈钱多的花不完，就沈蕊那个舔狗天天塞卡给我，我会没钱？不就是5000万吗？我何其说给就给。为证明自己很行，他从兜里掏出5、6张黑卡，一股脑塞给乔冉，区5000万算什么？我这些卡加起来快赶上一个小目标了，现在全都给你，我他妈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个男人。看着手中被强行塞进来的卡，乔冉眨巴眼睛，冲何其竖起了大拇指，姑爷爽快，你可真男人，三爷连你1根手指头都比不上，那是必须的。何其说完，本能觉得不对，不等他细想，乔冉又叹了口气，没想到你们沈家人这么豪气，一个个非要塞我钱，想拒绝都不能，尤其是三爷。不是，沈文丽为什么给你钱？反应过来的何其立马质问道，可能我长得比较可爱，作为长辈的他就忍不住想送我点见面礼。放屁，你今天晚上都把他给气晕了，还送你见面礼？送你去死还差不多。瞧，话题又给绕回来了，说说吧，你跟沈文丽准备怎么算计我？何其再蠢也知道乔冉在诈他，傻子才会说，哟，挺维护三爷的呀，可惜你对人家好，人家转身就把你卖了，不然他干嘛给我钱？商量好要给我下药，结果我却好好的站在这里，你难道真的就一点也不怀疑吗？何其脸色变了几变，他当然想知道，明明说好的，怎么忽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？沈文丽早就想吞并4房的家产了，可惜没有机会，正巧我来了，于是他假意跟你合作，实际上用钱找我拉拢我，让我当着众人的面指证你的罪行。这样一来，沈渊肯定会生气，他一生气就会把4房赶出沈家，原本属于4房的股份和财产，自然落在了3房头上，而那5000万就是报酬。此时乔冉主打一个挑拨离间和胡说八道，你放屁，你少他妈胡说八道，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啊，那你就当我在胡说吧。何其一噎，他越是这样，他越是怀疑。2人僵持了几秒，何其忍不住破防，为什么？沈文丽她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们明明说好的，她给你下药，我睡了你，这样就会叫沈渊成为京圈的笑柄，而你为了名声以后只能乖乖听话，说好的2全其美的办法，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乔把孩子给气的眼睛都红了。乔冉摊手，没办法，谁叫你蠢呢？你才蠢，你全家都蠢啊！对，我蠢，你聪明，你是天下第一大聪明。行了，别在这干嚎了，乔姐我看你可怜，干脆帮你把沈文丽喊来，你俩当面对质，把账算清楚。手机给我。何其怒火中烧，失去理智的他哪里还顾得上别的？乔冉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像个二傻子似的被牵着鼻子走。乔冉用何其的手机给沈文丽发了一条微信，三爷
乔冉他出事了，速来！说完就把电话关机扔在一边，你就瞧好吧，看乔姐是怎么帮你报仇的。此时这边喝着红酒的三爷看到这条短信，心中咯噔一下，什么叫出事了？他立马打了电话过去，可是没有人接。何其那个蠢货，该不会把人给玩死了吧？他越想越心惊，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，一推开房门，就见乔冉跟个大爷似的坐在沙发上，而何其像个孙子一样乖乖站在旁边。见他来了，何其那双滥情的桃花眼里瞬间喷射出熊熊烈火。三爷的视线在两人身上扫过，心中思绪翻飞，面上却已经恢复平静。他跟个没事人一样，疑惑问道：乔冉，你怎么跟阿奇在一起？你们两个这是闹哪出啊？你说呢？你说我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？何其咬牙切齿，恶狠狠道。三爷再蠢也知道事情出了变故，他不动声色问：怎么了？何其气得连连冷笑：怎么了？你他妈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我做梦都没想到你竟然敢算计我，敢算计我们四房。三爷皱眉：什么算计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他妈是要跟我装算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个睚眦必报、小心眼记仇的阴险小人，仗着老爷子纵容，还想跟沈渊争夺家产，也不撒泡尿照自己配吗？你搞不死沈渊，就把主意打在四房身上。我告诉你沈文丽，你想都不要想，你究竟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三爷脸色难看，低声呵斥：我看你是喝醉了，脑子都不清楚了，给我滚回去睡觉去。行了，少说两句，嚎了半天，一个重点也没讲。乔冉终于明白三爷为什么要跟何其合作，只会无能狂怒的蠢货，指哪打哪，不选他选谁？三叔，是这样的，何其得知您给了我5000万，要跟我合作搞死他，并且挤走四房，吞并四房的财产。年轻人气性大，当场没忍住，叫嚣着要跟您算账，我拦不住啊，只能让他把您请来当面对质。三爷眼皮重重一跳，什么5000万，什么挤走四房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何其挽起袖子冷笑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乔冉说的没错，跟你这种阴险小人就不用废话。看着一脸狠辣朝自己逼近的何其，三爷心中一慌，怒斥道：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啊！乔冉在一旁拎着手中的香槟晃了晃，三叔，我们刚刚说好的，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的呀。三爷直觉不好，转身就跑，没想到何其快他一步，将门反锁，直接把他按在地上。这么好的香槟，三叔可要好好品尝品尝哟。说着捏住他的嘴巴就灌了下去。三爷眸光紧缩，拼命挣扎，放开我！啪，一个巴掌摔在他的脸上，好好伺候你不喝，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敢？趁他张嘴的功夫，乔冉直接把瓶口兑了进去，咕嘟咕嘟灌了大半瓶才停下，呛得他直翻白眼。酒都喝了，还问我敢不敢？蠢的嘞！听了这话的沈文丽差点又被气晕过去。沈文丽在酒里下了好几倍的迷药和羞羞药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万万没想到，这瓶酒最后会进了他的肚子。不一会儿，三爷就开始丑态毕露。何其仍然觉得不解气，他问乔冉：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说了呀，当然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三爷叫你身败名裂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叫他成为笑话呢？何其虚心请教，展开说说。很简单，喝了这半瓶酒，睡了他。只见乔冉阴恻一笑，把剩下那半瓶香槟灌进了何其的嘴里，并贴心的把摄像机打开。祝你们有个愉快又难忘的夜晚哦。夜很漫长，乔冉刚从窗户爬进屋，身后就响起一记低沉磁性的嗓音：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学漫威照进现实上演飞檐走壁呢。乔冉冷不丁被吓得手抖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你还知道大半夜的，人吓人吓死人好不好？也不知道接住我，好歹是如花似玉一姑娘，也不怕把我摔坏了。乔冉含泪控诉。沈渊抽了一张纸递过去，你皮糙肉厚，摔不坏。乔冉接过纸巾，狠狠瞪着他，那双水汪汪的眸子红彤彤的，巴掌小脸也因为生气泛着粉色，气鼓鼓的有点像河豚，怪可爱的。沈渊有些过意不去，低头掏手机，下一秒乔冉的手机就响了，支付宝到账100万。活爹！乔冉一蹦3尺高，像个马楼围着沈渊转圈。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去爬窗户，你跟刚才一样再吓唬我一次，不，多少次都行，反正我皮糙肉厚，一级抗摔。还没说完就火急火燎往外冲，要去爬窗户，被沈渊一把拽住，给我安分点吧你。结果力气太大，直接把人拽进了怀里。好巧不巧，他的嘴巴准确无误地亲在了男人的喉结上，沈渊瞬间僵住，乔冉也愣了。随着喉结的上下滑动，他鬼使神差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，轰隆，仿佛有什么在男人的脑海中炸开。他触电一般，猛地推开乔冉，你特么有病吧？乔冉被推得打了个趔趄，好不容易站稳，就看到男人气急败坏擦着脖子。乔冉挑眉笑了，哟，沈大总裁还怪纯情的嘛，不就是不小心亲了一下你，至于这么生气不？再说了，是我亲你哎，怎么这都是你占便宜好不啦？你给我闭嘴呀！恼羞成怒了，要不我给你亲回来。乔冉凑上前去，乖巧无辜地盯着他，顺便撅起嘴巴。见男人不动，他隔空亲了2下，并用眼神示意亲啊，挺大一小伙，愣着嘎哈呀。男人深吸口气，伸出一根手指头点在乔冉额头，用力推开，一股子东北大碴子味儿，搁谁亲得下去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人家？尊的好过分哎！撅嘴瞪眼跺脚，一秒切换弯弯枪。沈渊的太阳穴直突突，再说一句把钱还我。乔冉一蹦3丈远，死死捂住手机，想都不要想。男人揉了揉眉心，说吧，刚才干什么去了？乔冉嘿嘿一声，满脸坏笑，当然是学雷锋做好事，替你出气去了呀。于是把自己的壮举一五一十跟男人交代清楚。当男人听到乔冉把沈文丽跟何其关在屋里，两人此时正在交战，不由倒吸凉气。我刚刚已经找周静核实过了，何其一共给了我9000多万，加上沈文丽给的那5000万，我今晚共赚1亿4000多万。乔冉按住激动到砰砰直跳的心脏，这钱赚的也太容易了。饶是沈渊都不由挑眉，沈文丽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能从他手里算计来5000万，你是真的有本事。至于何其，恐怕是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你了，小心他事后找你要回去。不会的，除非他想自己今晚的视频全网红，像他那种虚伪做作的人，挺要脸的吧？6，实在是6，简直6翻了。乔冉嘿嘿一笑，那
是必须的，怎么着都要对得起您对我的信任不是？说着把那5000万的支票塞给沈渊，又分出去2000万给他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也不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。见面分一半，我有的你也要有。男人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这么大方，既然给你的，就自己收好，我会缺你那点钱。乔冉瞪他，这是缺不缺的问题吗？明明是进一步加深合作关系的问题，而且这说明我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赶紧拿着吧，见钱就躲，小心财神爷下次不光顾你了。沈渊无语，你真给了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，都搬出财神爷了，谁还抵得住啊？不过被女人砸钱，这种感觉还挺新鲜。乔冉，男人在嘴里默念这2个字，继而笑了，真是个鲜活有意思的人。事实证明，人在睡前就不能想太多。沈渊才想了一下，就那么一下下，晚上就梦到乔冉，而且这人在他的梦里颠了整整1个晚上，又是当他爹，又是当他娘，出尽风头，过足了瘾，以至于他醒来的时候，眼圈乌漆嘛黑，怨气都能养活10个邪剑仙了。和沈渊截然相反，乔冉这顿觉睡得通体舒畅，惦记着要验收成果的他，早早起床，蹦蹦跳跳去了2楼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此时客房门口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伴随着3审的阵阵惊呼声，以及沈蕊撕心裂肺的不可置信，屋内更是吵声一片。外面的记者敏锐嗅到热门，一个个蜂拥而进。沈经理，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喜欢上何琪的？沈经理，您在公司只选男助理，也是因为自己的喜好吗？闪光灯咔嚓咔嚓响，话筒差点塞进沈文丽的嘴里，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。他本就上了年纪，又经过整整1夜的摧残，再被人贴脸开大，成功的晕了过去，场面一片混乱，成功让三叔名誉扫地，还被停职送去了国外。此事过后，三叔的项目自然就落在了沈渊手里。男人拿到项目的第一时间就给乔冉打了3000万，并且承诺项目的分红只多不少。一开始沈渊压根没抱希望，只想着能恶心一下三叔已经很好了，没想到他还真的做到了，这让沈渊愈发肯定契约结婚的正确性。而乔冉也在短短几天时间赚了个小目标，换做之前他做梦都不敢想，但他还是担心老爷子发这么大火，这次不会草草了事。沈渊虽不以为然，可还是被老爷子训斥了一顿，知道你胡闹，没想到你胡闹成这样子，给你三叔和何琪下药。老爷子臊得说不出口，一想起2人的画面，直觉得辣眼睛。你知道集团这次损失了多少吗？外面又是怎么议论沈家的？网上的消息压都压不过来，你倒好，竟然跟你媳妇一起找水军把事情往大闹，麻烦你搞清楚，你姓沈，沈家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吗？老爷子已经很久没这么生气过了，可见这件事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，这不是还有您在吗？能出什么事？沈渊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，何况项目我已经拿到手了，到时候带来的收益可比眼前的损失多了，所以您应该夸我才对，我夸你个嘚儿啊！老爷子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可再生气有什么用？谁叫自己儿子蠢呢？他比谁都清楚，是沈文丽想算计乔冉在先，结果技不如人，被人反将一军，毁了名声，失了清白，还丢了项目。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可惜一个沈渊他都应付不了，再加上乔冉这个小狐狸，肯定直接被吊打。为了叫蠢儿子不那么惨，他这才把人送出国消停消停。老爷子的目光落在沈渊身上，我听说你这个媳妇不是在跟陆家那小子谈朋友吗？你挖人家墙角了？沈渊摊手，我长得这么帅，用得着挖墙角？那个骄傲自大任性妄为没有脑子的蠢货，我至于吗我？所以是他甩了陆家小子，渣男不分手难道留着去边疆摘棉花？老爷子嘴角一抽，那他眼光不行啊，满世界的大好青年不挑，偏偏看上了你，真是白瞎了那么聪明水灵的小姑娘。沈渊双手背在身后认真说道，什么锅配什么盖呗，我都这样他能好哪里去？哦，唯一的优点就是眼光好，看上了我，当然我也不赖，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相中了他做媳妇，说明我2命中注定要做夫妻的。滚！沈老爷子气得直跺脚，此时的陆家太子爷还自信满满，坚信乔冉一定会回头求复合，即便好友沈家少爷沈耀友情提醒，早点发消息联系，别真的被人趁虚而入，一不小心嫁了个比他好100倍的人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而陆时周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他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孤儿，除了那张脸他还有什么？我陆时周能看上他，已经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了好吗？怎么可能会有比我更牛的人还娶她？别逗了好吗？听他这么说，沈耀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，先让他得意2天吧，反正早晚也会知道。这时陆时周接到爷爷的电话，他直接挂断，不用接都知道是老爷子来骂他的。老爷子见孙子的电话不接，只能打给乔冉。乔冉告诉老爷子他们已经分手了，并且他已经结婚。陆爷爷震惊不已，立刻叫来陆时周，但男人此时还是不信他会真的分手，还发微信挑衅他。乔冉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。当晚陆时周心情烦躁，拉着一群富二代去酒吧解闷，而这边乔冉也被沈渊叫到了酒吧。他看着金碧辉煌的大厅跟总统宫殿似的，还有随处可见清一色180家的小哥哥和大长腿小姐姐，一个个弯腰问好，恭敬的仿佛她是女王。我感觉我要飘了，这有钱有权的感觉忒爽了。沈啊，这歌谁不迷糊啊？乔啊！沈渊学着乔冉的语气，我劝你先稳住，重头戏还在后面呢。好，听你的。可他满脸兴奋和激动的表情，一点也不像听话的样子。沈渊不放心问，今晚有场硬仗要打，里面那群都是些酒蒙子，你确定你可以吗？到时候红的白的洋的掺和一起，别还没喝2杯就倒了，我还要伺候你。乔冉嫌弃的看了他一眼，拍了拍自己胸口，比了个 OK 的姿势，包的，为避免意外。沈渊特地叮嘱周静，等下喝开了看着点他，要是不行就赶紧顶上。事实证明，沈渊的担心实在多余，2人刚到场就被众人起哄说要走一圈，上次跟你谈项目，你说你在领证没时间，这样的借口你也想得出来，今天必须罚3杯。沈渊大咧咧坐下，翘着2郎腿像个痞子似的，成啊，别说3杯，6杯都没问题。哟，有美女在，沈总说话都硬气了。没办法，谁叫沈
渊是出了名的一杯倒，当初为了跟人谈生意，进了好几次医院，眼前这伙人一个个都是商业巨鳄，沈家想要走得长远，必须要和这些人打好关系。算了，这3杯下去，沈总铁定住院，就1杯算了。莫总开口道：也行，1杯就1杯，以后咱们吃饭。沈总坐小孩那桌，沈渊笑了，不就是喝酒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我哟，沈总就是大气，听听人家多敞亮。既然我都这么敞亮了，那于总不打算表示一下，海外那个项目我要了不行？你想都别想。啧，您可是堂堂于总，是我的老大哥呢，拒绝的这么干脆，好像显得我们之间都是虚情假意。那你还是沈渊呢？在座谁不知道你们沈家的厉害？站在我们头顶上的主，别的不说，就京城这1亩3分地，有1亩是你们沈家的，剩下3分才是我们大伙的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新的资源，你张嘴就要拿走，有你这么霸道的吗？还嫌他不近人情？我呸！商界谁不知道沈渊就是个不要脸的无赖，尤其这种事，要真跟他客气，他能连窝给端了。在场的人都被他给坑出经验了，顿时团结一心一致对沈。那这酒我是喝了好，还是不喝好呢？沈渊把话题绕了回来，于总一噎，他将头转向莫总，大伙的老大哥，希望他能出个主意。莫总笑了，这个项目不只是于总的，我们都有份。沈总想要，总得征求大伙的同意吧？这样的话确实难办。沈渊满脸惋惜，语气诚恳地看着莫总，可我真的很想要。莫总，您看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这莫总故作为难，于总灵机一动，沈总想要项目，那就吹了这瓶酒，只要您喝了它，这个项目我们不要了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谁不知道沈总刚过敏出院，1杯酒都喝不了，你还给整1瓶，钱重要还是沈总的命重要？莫总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乔冉知道该自己上场了，他凑上前来，摩拳擦掌，嘻嘻一笑，按照您的意思，只要喝了这瓶酒，项目就归我们沈总了。你是？众人一惊，乔冉掏出结婚证，啪往桌子上一拍，他太太。众人愣了，真的假的？结婚证还能有假？乔冉乐了，打开展示了一圈，瞧见没？新出炉，还热乎着呢。于总下意识看向沈渊，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？乔把人大总裁下的口音都出来了，现在不光听说了，还亲眼见到了。沈渊又直冷起来了，说吧，要怎么喝？沈总，这就不够意思了，项目是你想要拿的，酒怎么能让你夫人喝？他夫人喝有什么不对吗？乔冉又凑了上来，夫妻一体吗？还是说于总您说话不算话？这可就不够意思了，堂堂董事长说话不算话，说出去丢死人的，以后大伙吃饭没人跟你玩，小孩那桌您都坐不上，您说对吧？莫总脸色难看，嘻嘻，您别嫌我说话不中听，等咱们熟了以后，您就会发现我更难听的话还没说呢。而且我这人精神状态不怎么稳定，还小心眼爱记仇，典型的睚眦必报。您今晚要是出尔反尔，我绝对闹得您家宅不安，鸡犬不宁，叫您这辈子都后悔，并时刻怀疑自己究竟认识了个什么玩意儿。嘻嘻你妈，一点也不嘻嘻。在场的都是讲究人，还是商界巨鳄，大伙再怎么抢生意，哪像他这么缺德，一上来就贴脸开大。见莫总下不来台，于总又开始抖机灵，我们体谅沈总身体不适，就订了1瓶酒。既然沈夫人要代劳，那就不是1瓶酒的事了。于总比了2根手指，要2瓶。沈夫人不是想做女中豪杰吗？只要你吹了这2瓶酒，这个项目我们不要了，白送给沈总。2瓶酒下去，酒蒙子都得玩完，何况乔冉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。众人轰然大笑。对，我们听于总的。沈夫人，我劝你还是去购物做 SPA 吧，男人桌上谈生意喝酒这种事可不适合你。然而乔冉丝毫不慌，区2瓶，说完单手操起酒瓶，直接炫了起来，当场表演了一个吹瓶子，甚至还抽出手掐了个表，15秒，2瓶酒，年纪大了不中用了，要是搁前2年，绝对5秒一个瓶子。乔冉呲个大牙，笑得嚣张又得意，空气一片寂静。乔冉催促，都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签合同？刚刚说好的，海外那个项目已经是我们的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于总第一个叫了起来，这可是白酒，你怎么可能对瓶吹？而且总共只有15秒，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甚至他亲自上阵检查，势必要弄清楚乔冉到底怎么作弊的。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对上乔冉胸有成竹的笑容，于总瞬间清醒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掉进了沈渊设计好的陷阱。于总愣着干嘛？签合同啊？乔冉笑容腼腆，咱们先礼后兵嘛，如果道理说不通，我也略动拳脚。别的不说，就这2瓶酒我是怎么喝下去的，绝对让你们怎么灌下去。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，谁也跑不了。此时众人的脸色难看到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，尤其是莫总，恨不得弄死乔冉。不是，沈渊究竟从哪儿弄来这么个东西的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当然来不及了。在乔冉威逼利诱下，有人低头了，当然也有那么几个不服气，当场炫了起来。结果喝得太猛，1瓶下去就被抬走了，而乔冉还在挨个打官，谁没喝完，他就亲自端着酒杯往下灌，真是个疯子。再放倒了一大片人。成功拿到合同后，乔冉终于大发慈悲开口：诸位吃好喝好，我先出去透透气，提前说好啊，等我回来咱们继续喝。今晚不醉不归，谁跑谁是孙子，除非你们以后见了我想叫爷爷。众人真是闭了狗了，不就是嫌他们让沈渊喝酒了，至于这么报复他们吗？再说了，沈渊今晚滴酒未沾，你报个屁的仇。乔冉一出门，周静就跟了上来。今天晚上他被乔冉二话不说就吹瓶子彻底唬住了。见乔冉脸色泛红，连忙问夫人，要不我先送您回去？这才哪到哪，放心，死不了，去给我倒杯水。万万没想到，周静刚走，乔冉就碰到了陆时周，两人遥遥相望，纷纷愣在原地。在看到陆时周的那一刻，乔冉暗骂一声晦气，转头就走。没想到陆时周快他一步，堵住他的去路。乔冉，你为了追我，竟然追到了这里，像你这种身份，为了进这里使了不少本事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绝对不会跟我分手的，没了我你到哪儿找第二个攀上豪门的机会去？虽然我还是很生气你不懂事，但看你为了我这么低声下气，我也就不跟你计较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低头道歉说你错了，答应我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，我们就和好如初。作为奖励，我明天就带你去买包，如何？呵，你还是把钱省下来，赶紧去医院吧，因为我看你脑子里像是有个包。要是以前，陆时周早就生
生气了。可这次他非但没有，还觉得乔冉又变可爱了，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早就喜欢上了他。这1个多月里，他嘴上说不在乎，实际上对他的思念愈发强烈，所以才会一见面就跟个机关枪似的疯狂输出。1个多月没见，你还是那么有趣。看着一脸高傲得意的陆世周，乔冉翻了个白眼，马德智障，真是一句废话都不想多说。眼见乔冉要走，陆世周还以为他想玩欲擒故纵那套把戏，一把将他拽了回来，一手掐着他的腰，一手撑在墙上，把他困在怀中。乔冉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乔冉的拳头硬了，他咧嘴一笑，讨厌，小拳拳捶你胸口。见乔冉终于笑了，男人胜券在握，嘴角上扬宠溺道：好啊，想捶多少下都可以。对上男人那自以为帅气迷人的表情，乔冉深吸一口气，既然你苦口婆心的求我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满足你。话音刚落，抬手挥了出去，渣男，速速受死！陆世周还没反应过来，人就飞了出去，咚一声掉在地板上，滑出3米远，整个人重重的撞在墙上，后背几乎断掉，疼得他脸色煞白，整个人忍不住缩成了一团，撕心裂肺，连呼吸都是疼的。一旁的保镖吓得连忙围了上来，想要把人送去医院，结果乔冉快他们一步，一脚踩在他的背上。陆世周，我们早就分手了，你特么听不懂人话吗？陆世周怒不可遏，他做梦都没想到乔冉竟然动手打他。还有，我已经结婚了，以后要是再敢来骚扰我，见你一次打一次。你放屁！男人怒极反笑，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报复我吗？天真，那就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眼前忽然出现一个红本本、红底白衬衫的结婚照，乔冉笑靥如花，而旁边的人，算了，还是不给你看了，万一脏了我的结婚证怎么办？乔冉，你竟然这么对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怎么了？沈渊适时出现，见状不由挑了挑眉，你揍的？乔冉点头，大晚上的，非求着我打他，你说贱不贱啊？挺贱的，好在我人美心善，看他那么可怜，只好满足他了。你人还怪好嘞，沈渊。在看清楚来人后，陆世周眸光紧缩，一时愣在原地，竟然是沈渊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？他气急败坏吼道，当然是夫妻关系喽。乔冉又晃了晃结婚证，没想到你做人不咋地，眼睛也不行啊，专门搁你眼前还看不清楚，就你这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陆世周瞳孔地震，沈渊怎么看得上你？陆少嘴巴这么脏，赶紧回家拿马桶揣子好好洗洗吧。沈渊眼底划过一抹冷意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天生蠢病，错把珍珠当榆木，还沾沾自喜，瞎眼心盲没脑子。你爹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，当初说什么也要呲墙上，省得浪费空气浪费资源，还要惹人厌，不愧是沈总，嘴巴恶毒一招毙命。瞧瞧快要背过气的陆世周，真担心他下口气上不来。算了，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乔冉拉着沈渊就走，走，咱们继续喝酒去，还是里面那群又菜又爱玩的大老板们更有意思。看着两人携手离去的背影，陆世周整个人都要裂开了，脑子乱成一团。乔冉怎么会结婚了呢？对方还是沈渊，别人不清楚，他却比谁都了解沈渊，因为他爸最崇拜的就是沈渊，一个被家族厌弃，爹不疼娘不爱，差点死于非命，硬是一步步杀出条血路，坐稳沈氏集团总裁之位，成为沈氏领航人的经商奇才。他的手段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可怕。陆世周的爸爸每天守着财经新闻，就是为了看沈渊。在他爸的眼里，沈渊是天神一般的存在，耳濡目染，他对沈渊也是望而生畏，尊敬又佩服。万万没想到，一直出现在传说中的人会在今天相见，还是以这种方式。陆世周在媚色被乔冉揍了一拳，又得知他结婚，还找了个比他强10000倍的男人后，彻底破防，于是疯狂酗酒，结果吹风发烧，从此一病不起。倒是沈渊想到他揍陆世周那一拳，再想起之前自己被扛着去医院的场景，好奇问道：你天生力气大吗？那哪能啊，我这都是后天练出来的，我一直在练习举重，所以你别看我瘦，瞧见我的肌肉没有？说着来了个大力水手展示肱二头肌，看见了，2只眼睛都看见了，所以你不必离我这么近，差点被你戳瞎了。你为什么要练习举重？难不成你还想当运动员？乔冉摆手，嗨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志向，我练习这个纯是为了打架。园里的小朋友们也拉帮结派，大孩子欺负小孩子，我们这些小朋友们经常被揍得嗷嗷哭，院长妈妈已经很辛苦了，不能给他添麻烦啊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把自己练起来，先是1个打2个，后来是1个打5个，再到后来的1个打20个，打到他们见到我就怕，远远就要点头哈腰喊我一声乔姐。乔冉眉飞色舞，昂首挺胸，一脸自豪。自从体会到当大姐大的快乐后，我更加拼命练习，这一坚持就到了现在。沈渊听后沉默了2秒，掏出手机戳了2下，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。我这该死的同情心啊！冰冷又温暖的机器人声音响起，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搞半天原来说这些可以让您报金币，早说嘛！乔冉一拍大腿，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都快赶得上1001页了，不如现在就给你讲讲。沈渊当即把手机一扣，没钱了。瞧瞧37度的嘴怎么说得出这么冰冷的话？所以陆世周找你是想复合？沈渊话题一转，乔冉一个机灵，老板请放心，我的职业操守让我狠狠拒绝了他，并且早都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了。我向您保证，我绝不会对他有半点感情，您完全不用担心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沈渊无语，重点是这个吗？他到底明不明白？同为男人的沈渊一眼就看穿陆世周在想什么，拥有的时候不珍惜，失去了才追悔莫及，这会儿痴情正爆发，早干嘛去了？你当初怎么会跟陆世周谈那么久？就他那怂样，本事不大，脾气比谁都大，你也忍得下去？沈渊看了一眼乔冉，满脸嫌弃，脑子被驴踢了。乔冉毫不在乎，瞧您这话说的，一切朝前看不是，都是打工人，为了窝囊废忍气吞声点也不是不可以。谁叫陆
陆家挺大方的呢，当然比起您来简直差了108000里。我这1个多月是我过去1年多赚到的10几倍，怪不得您年纪轻轻就能坐稳沈氏集团的总裁之位呢。光这一点陆家坐火箭都追不上，沈总天下无敌，超级第一帅。沈总你在前面飞，我在后面用爱追，为你吃为你狂，为你哐哐撞大墙。沈总我爱你，啾咪啾咪。油嘴滑舌，沈渊嗓音冰冷，没有丝毫感情，仿佛寒冰地狱而来的王者。如果耳朵不那么红的话，男人啊都是口是心非的家伙，酒量这么好，以前练过。沈渊摸了摸发烫的脖子，生硬的转移话题，也不能说练过吧。小红花福利院隔壁就是酒厂，后来扩建把小红花划进了酒厂。都说酒厂老鼠的量都是半斤起步，从小在酒厂长大的孩子们，没个2斤酒量都不好意思说是酒厂出来的，也包括吹瓶子嘛。乔冉摆摆手，白净的小脸满是得意，这纯属个人炫技。有一年酒厂办喝酒大赛，有一项节目就是吹瓶子，第1名有1万元。我这么爱钱的人能放过送上门来的机会吗？小小吹瓶子，轻松拿捏。沈渊低笑，看出来了，典型的要钱不要命。沈渊和陆世洲最大的不同是，明白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。他知道乔冉爱钱，也知道乔冉是100年难遇的奇才，趁合约在手就一个劲塞他钱，直塞到他走不动路，谁也挖不走。于是酒局结束后的沈总大手一挥，独栋别墅和各种豪车不要钱似的，酷酷往乔冉怀里送。乔冉看着手机上不断跳跃的消息，有些晕，被这泼天的富贵给砸中的他，一直摸不准男人心思。他弱弱的发了条消息：沈总，您是想让我去杀人放火吗？不然大半夜的抽什么风？钱多的睡不着，想减轻负担，这是什么罪恶之词？太引起公愤了。好，这样完事吧。他抓着手机刷刷打字，这么多，分我点呗。送那点别墅豪车值几个钱啊？有本事给我几个小目标啊！哼，看我怎么治你。果然，这句话发送出去后，沈渊那边久久没有回复。乔冉手机一扔，直接躺沙发上睡了。睡之前还发誓，等他有钱了，路过的狗都要砸200块，什么男模统统不在话下，一次8个，绝不委屈自己一点点。半梦半醒间，门铃疯狂作响。咋了？地震了！乔冉霍一下坐起，像只炸毛的小野猫。电话忽然震动，喂，开门，是沈渊。乔冉迷迷糊糊打开了门，见男人脸色不愉，以为又有什么任务。沈总，天还没亮呢，您都不睡觉的吗？您不休息，我还要睡。生产队的驴也不敢这么使唤啊。沈渊递过去一张卡，里面有10个亿，拿去随便花。多少？乔冉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是声明和公证，我自愿赠与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收回。乔冉震惊的张大嘴巴，不是每一个字我都明白，怎么连在一起就听不懂了呢？你不是想要钱吗？刚好我钱多花不完，送你了。乔冉努力整理思路，所以因为我的一句话，您就特地赶来给我送钱。沈渊笑了笑，眉眼间带着点点宠溺。乔冉悠悠叹气，沈总，您这样做很容易影响我们纯洁的交易关系。沈渊无语，他对乔冉肆无忌惮的偏爱和纵容，连沈父都听说了。自从沈渊的哥哥去世后，沈父一直住在北院，沈家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沈渊这个二儿子，甚至是厌恶，所以在听到沈渊结婚后，他都没有什么反应。直到得知他把豪车别墅以及各种卡不要钱似的往乔冉跟前送，这才吩咐管家告诉乔冉，就说我要见他。周3，私人临水咖啡厅内，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霸总一向冷酷无情，却唯独对新婚小妻子宠爱有加，外界对此议论纷纷，都猜测小妻子究竟有何魔力，能让男人如此倾心。就连向来无视且厌恶他的父亲，也忍不住出手干预，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乔冉看着眼前一身儒雅气质的男人，长得挺不错，说出的话却不讨人喜欢。沈渊和你结婚只是一时兴起，与其将来被抛弃，落个人财两空的下场，还不如早点拿钱走人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乔冉激动地搓搓手，传说中霸总文的经典桥段来了，他像所有女主一样念出了自己的台词：叔叔，我和沈渊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沈伯恩眼底划过一抹技巧，这种女人他见得太多了，1000万感情的事能用金钱来衡量吗？我们是真心选择彼此的。沈府眼底的讽刺快要溢出来，2000万，叔叔，我爱沈渊，为了他我可以做任何事，甚至去死，他就是我的命，我不能没有他。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，小鸟不能离开天空，上厕所不能没有湿厕纸一样的道理。在听到最后一句时，沈府的表情差点没绷住，他吸了口气警告道：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既然叔叔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沈伯恩本能觉得不妙，下一秒就听乔冉说道：沈渊是我最亲密的老公，所以得加钱，只要叔叔钱够多，我的双腿绝对快，我能不能离开沈渊就看您给的多不多了。沈伯恩表情有一瞬石化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一出，我就知道你是为了钱才接近沈渊，你这个拜金女啊！对，您说的对。乔冉乖巧点头，你承认了，这有什么不敢认的？谁叫他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您打算给我多少？乔冉虚心请教：3000万，立刻消失在我眼前。才3000万，原谅他不可抑制的膨胀心，在沈渊出手就是10个亿面前，沈伯恩的3000万实在不够看。不过父子俩差别这么大吗？这当爹的也太抠了吧！乔冉脸上的嫌弃太明显，沈伯恩没有忍住，表情有一瞬皲裂。乔冉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，可是你给的确实太少了。乔冉委屈，沈伯恩深吸一口气，那你想要多少？乔冉试探性伸出一根手指头，一个小目标。沈伯恩当场破防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人犯法，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好，沈伯恩气得脸都歪了，给你1个亿，滚出我的视线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得嘞！揣上支票的乔冉麻利走人，主打一个乖巧听劝，出生名门的沈伯恩优雅贵气，体面了大半辈子的他，
头次遇到这么不讲究的人，气得他连风度都忘了，满腔怒火无处发泄。于是他拨通了沈渊的电话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通狂骂：这就是你找的好妻子，一个见钱眼开、目无尊卑、粗俗无礼的拜金女！我警告你，马上和她离婚！以前我虽然觉得你任性胡闹不中用，但起码知道好歹，现在才明白，你连你哥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要是你哥在，他才不会干这么丢人现眼的蠢事。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原本还一脸无所谓的沈渊，直到听到你哥时脸色骤变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沈伯恩终于发泄完了怒气，听到电话那边一片寂静，语气带着薄怒：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沈渊掩去眸底神色，说完了，那我说两句，知道你喜欢我哥，可惜他死了。现在坐稳沈氏集团总裁之位的人是我，你就是在怨恨再不甘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沈渊，电话那边传来沈伯恩气急败坏的怒吼。男人冷笑，冲我发火算什么？有本事去找爷爷，只要爷爷一句话，别说离开集团，就是跟沈家断绝关系我都认。还有，想做什么直接来找我，为难人小姑娘算什么男人？说完，他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，气得那边的沈父直接把手机摔了个稀巴烂。不解气的他又把书房全砸了个干净，看着满是狼藉，他暴怒的眸子染上说不出的荒凉和悲痛。为什么当初死的不是沈渊，而是他的大儿子？阿义最听他的话，他这辈子最骄傲最自豪的事就是生了沈毅，可是沈毅却死了，被从小就招人讨厌废物一样的沈渊给害死了。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老天爷要这么对他？乔冉拿上支票，第一时间就去了沈氏集团。沈总，好想你好想你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我想你想得快要疯掉。他一进门就像一只百灵鸟般扑了进来，软萌甜糯的嗓音连带空气都轻快了不少。沈渊眸中的死寂和森冷因为他的出现消散许多，原本冷硬绷直的唇角也染上笑意。我今天见到了你爸爸，他给我500万让我离开你，那哪能啊？我乔冉是那种为了钱就背信弃义的人吗？面对敌人的层层诱惑，我始终坚守本心，不为所动。无奈对方步步紧逼，于是我就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要了1个亿。乔冉双手插兜，嘿嘿一笑，没想到他还真给了，并且很生气，大声怒吼让我滚，再也不要出现在他眼前。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素质低，嘴巴毒，还贼能气人，一般人承受不住。要真把你爹气出个好歹，没法收场不是，我就麻溜跑来跟你自首。说完，双手捧着支票举过头顶，语气恭敬又狗腿：这是1个亿，请沈总过目。他等了好久也不见沈渊说话，他小心翼翼抬头，一眼就撞进沈渊那双宛若寒潭般幽深的眸子，里面充斥着他看不懂的情绪。在和他对视的那一刻，沈渊蓦地笑了：你凭本事拿到的钱就是你的，用不着给我。可是乔冉，在你眼里我值1个亿吗？这是怪他要少了。乔冉疯狂摇头：不，在我眼里沈总您可是无价之宝。实不相瞒，我是怕我要太多了，您会怪我见钱眼开。你说错了，我的命才不值钱啊！堂堂集团总裁，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不值钱？可是他的表情好认真哦，钱你收好，我父亲那里不用在意，以后不管他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，你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我说过，你是我妻子，无关契约，我都会给你该有的尊重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包括我自己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您都对我这么好了，别说受委屈，直接让我改名叫委屈我都乐意。再说了，有钱人的委屈那能叫委屈吗？分明是泼天的富贵好吗？沈渊彻底被逗笑了。乔冉啊乔冉，还真有你的。乔冉嘿嘿一笑，没有吭声。大老板和他父亲的关系好像不怎么好啊，盲猜一波，恐怕又是什么豪门恩怨大戏。不过这种事当然是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他很聪明的没有追问。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沈渊忙于工作，乔冉则抓住机会努力学习。他遇到了学院声望极高的杨教授，他比任何人都努力好学，同时他还主动照顾杨教授的腰疾，一整年从未间断。加上他天生聪明，反应敏捷，善于与人相处，最终赢得了杨教授的赏识，成为其最看重的弟子。今天他按照约定来找教授探讨研究课题，结果顾着手中资料忘记看路了，在转弯的地方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抱歉，阳光干净的嗓音带着说不出歉意和真诚。乔冉抬眸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这是从漫画里跑出来的清纯小奶狗吧？白衬衫牛仔裤，清新淡雅。嗷呜，老天爷大清早就给他发这么大的福利，你没事吧？见乔冉没有说话，严佑出声问道：没事，又不是杨教授老胳膊老腿，摔一下就折了。乔冉摆摆手，严佑眸光微睁，他好大胆，竟然敢这么说杨教授。乔冉被他的反应逗笑了。你也是杨教授的学生？严佑面带羞涩。学姐也是。乔冉挑眉，看你这样子是要去找杨教授，那就一起呗。严佑乖巧点头，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。乔冉表面端庄娴静，内心早已发出土拨鼠尖叫。天啦噜，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绝世小可爱？杨教授刚从实验房出来，见乔冉来了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对弟子们的研究成果感到非常不满，抱怨早晚会被气死。乔冉一边搬运实验物品记录数据，一边开玩笑道：放心吧，您骂起人来中气十足，一时半会儿还打不了。杨教授好不容易压下的火气腾一下又上来了，直接一个鞋底飞了过去。闭嘴吧你，瞧把你给能耐的，连我都对，你这个不孝女，快去给我打盆水来，瞅瞅我都脏成什么样了。乔冉发现严佑已经准备好水和毛巾，两人友好互动。乔冉吹口哨，却被杨教授误会调戏人家，挨了一巴掌，并且将严佑交给他培养，要求3个月内让严佑参与 AC 抗癌课题研究，否则两人一起滚蛋。这话一出，乔冉就率先哀嚎：杨妈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你的宝贝疙瘩，失去我你就失去了快乐，你怎么舍得？ AC 课题是杨教授针对抗癌而研究的新型植物，他已经研究了整
整10年。当初乔冉拜师后，也是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才跟上进度，现在让他3个月就把颜佑带到课题上，这跟让他徒步去火星探测水资源有什么区别？教授才不管这些。不等乔冉开口，办公室的门啪一下关上，如同他的为人，冰冷绝情，没有丝毫温度。乔冉恨恨地盯着杨教授办公室的大门，一旁的颜佑瑟瑟发抖，不敢吭声。乔冉猛地转头，你小子最好给我聪明点，3个月后要是跟不上进度，我管你长得帅不帅，照样搞死你。谁懂啊？每天上早8也就算了，研究课题被骂也忍了，现在还要带个一窍不通的小师弟，他整个人都要碎掉了。不过事到如今还能咋办？只能好好带呗。好在颜佑足够聪明，又有强大的知识储备，加上他就是这方面的专业，他这个老师当的还算轻松，两人的关系也突飞猛进，就差拜把子了。这天两人上完课后，乔冉交代道：“你明天不用来了，我家里有点事。沈渊说明天晚上有个宴会，要带他一起去。”时隔1月，销声匿迹的大老板忽然诈尸，需要他上工，他当然无条件服从。颜佑眸光微动：“师姐家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半个月辛苦你了。”“不用，司机就在外面等着。”乔冉谢过他的好意。颜佑也笑了，没想到师姐这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呢。乔冉挑眉一笑，看着明媚肆意无拘无束的乔冉，颜佑的眸光更加温柔。乔冉是他见过的女孩子中最特别的，她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气质，像是有魔力一般，深深吸引着他。他微微垂眸，姐夫真有福气，能娶到你这么厉害的女孩做妻子。哈哈，你长得好看就算了，说话也这么好听。实不相瞒，我也觉得他挺有福气。颜佑认真点头，真叫人羡慕。有啥可羡慕的？其实我也是走了狗屎运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颜佑目送乔冉上了一辆劳斯莱斯，他抿了抿唇，拨通一个电话：“何叔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查个车牌。”没过多久，何叔的电话就来了：“小佑，你怎么会让我查这个车牌？这个车牌是沈家的，听说是沈渊18岁生日的时候亲自挑选的车牌。关于沈渊，就算不查，何叔也略有耳闻。沈家子孙个个是人中龙凤，其中以沈毅和沈渊最受老爷子喜爱。他俩虽然是亲兄弟，性格却南辕北辙。沈毅从小就严以律己，不苟言笑，长大后更是将规矩礼数刻进了骨子里。比起他宛若教条般的性格，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从小就显露出来的经商头脑和雷厉风行的手段。他仿佛天生为沈氏集团而来，而沈渊则从小就叛逆疯狂不着调，不是在闯祸就是在闯祸的路上，桀骜不驯，不服管教，花样层出不穷。可以说沈渊从小就是个风云人物，他热烈的像团火，又像一阵风，还是龙卷风。直到后来沈家出事，沈毅去世，沈渊以雷霆之势闯入沈氏集团，并坐稳总裁之位。从那之后，沈渊就变了。都说进入沈氏后的他像极了沈毅，却比沈毅更狠、更狂、更癫。至于那些肆意挥洒的快乐，早已不再属于他。挂上电话的颜佑无声笑了，原来师姐的老公是沈渊。听大哥说，沈家明天有个宴会，估计师姐也要出席。明天师姐要是看到他，应该会很惊讶的吧？想到这里，他抿嘴笑了。明明才分开，他就已经开始想念师姐了。奢华的别墅灯火辉煌，下车前，乔冉又一次跟沈渊询问：“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释放本性真的好吗？我花那么多钱娶你回来，就是叫你来战斗的，否则真以为我钱多献爱心？行吧，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有什么好为难的？”乔冉激动的搓手手：“你们的活爹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”事实证明，乔冉是自带拉仇恨体质，刚一下车，沈佳佳就冲了上来：“你这个乞丐还有脸来？你给我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！”“佳佳，你干什么？”沈田连忙把人拦住：“今天是爷爷庆祝七哥拿下项目的重要日子，里面全都是些重要人士，你这会儿闹岂不是叫咱们家难堪？哈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个项目明明是我爸爸的，都怪这个小废物，我们3房都要被你害死了。”沈佳佳说着就扬起手，结果手才到半空中就被人一把抓住，对上沈佳佳恨不得将她撕烂的眼眸。乔冉咧嘴一笑：“放心好了，这个项目还在你爸爸手里。”沈佳佳一愣：“你少骗我，明明已经被你抢走了。”“对啊，项目还在你爸爸我的手里啊。”乔冉叹气：“真是个不孝女，连你亲爹都不认识了吗？”沈佳佳这才反应过来，气得脸都红了，知道你亲爹不中用，所以换我这个新爹来疼你。不过小姑娘心理素质不行啊，才见面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，后面岂不是要心梗？果然心脏病会遗传，你要是不小心挂了，在投胎的时候长点眼，选个基因好的爹妈，懂了吗？阿西巴，你这个该死的女人，竟敢这么说我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乔冉惊讶：“沈啊，你没说你家人一激动还会切换种族啊？”沈渊道：“他去了泡菜国留学。”“哦，那有没有人告诉他不要动怒？”瞧瞧这浮夸的表情，假体都快掉出来了，他是去学的象形表演吗？一旁的沈甜甜没忍住笑出声来，见乔冉当面就蛐自己，沈佳佳气到发狂：“你这个疯婆娘，去嘎吧！”直接冲上来拽着乔冉的胳膊就是一通撕咬。“我去，釜山行的丧尸就是你演的吧？怎么跟个狗一样见人就咬？幸亏我躲得快，否则得打狂犬疫苗了。”沈佳佳面目狰狞，头发凌乱，情急之下竟然脱下鞋想朝乔冉扔来。就在这时，沈远洲忽然出现：“都在这里吵什么？”见沈佳佳仪态尽失，手里还握着高跟鞋，做着打人的动作，这就是你身为千金大小姐的仪态和规矩。沈佳佳最怕的就是大伯沈远洲，一看到他吓得话都说不出来，连忙穿好鞋子。沈远洲皱了皱眉，没再训他，他又上下打量了一眼乔冉，对他们说道：“进去吧。”看着沈远洲的背影，沈渊看热闹不嫌事大：“我大伯好像不喜欢你，没事，只要喜欢你就行。再说了，他要是喜欢我才可怕呢，我可不想谈黄昏恋，一旦被人发现，绝对是占据头条的爆炸新闻。名字我都想好了，豪门叔叔竟对我横刀夺爱，竟2个富豪为我大打出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古早知音体？”场门口随处可见的杂志
志封面那种。走在前面的沈远舟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给击中，差点没绷住。沈渊到底找了个什么玩意儿？见鬼的黄昏恋！正好撞见这一幕的乔冉，悄咪咪对沈渊说：“乔把大伯激动的戳中心事了吧？你给我闭嘴！”沈远舟猛地回头，又怒又气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骚。你听听，你都胡说八道说了些什么？要是被别人听到像什么样子？乔冉一脸真诚：“您都说了是胡说八道，怎么能当真呢？除非那人是傻子。”沈远舟一噎，想问他：“你是说我是傻子吗？”但又怕自讨没趣，干脆扭头走了，实在不想看到这个闹心玩意儿。乔冉叹气：“这年头，老实人一点市场都没有了，说话也讨人嫌。你跟个猴子似的，还会讨人嫌。”沈青青提溜着乔冉的衣领，像是提溜不听话的小孩一样：“走吧，姑姑带你去玩。”乔冉看向沈渊，后者对他点头：“得嘞。”乔冉转头就走，语气欢快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小姑姑，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呀？先说好，我这人说话不讨喜，要是给你惹了麻烦，怎么样？你就受着吧。谁叫沈渊娶了我，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，迟早都得习惯。”沈青青乐不可支：“哎呦，你这张小嘴啊，我怎么那么稀罕你？当然是因为小姑姑你慧眼识珠，有眼光。行吧，看在你这么可爱的份上，今天介绍几个小朋友给你认识认识。”乔冉眼前一亮，男的女的？沈青青斜睨着他，想红杏出墙，还是算了吧，毕竟这份工作还挺难找，孰轻孰重他还分得清。不过咱们说好啊，等我俩离婚了，你一定要给我介绍好多好多小奶狗或者腹肌男。他也想体验一把当女皇的感觉。沈青青笑到眼泪都快出来了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要不说他喜欢乔冉呢，简直太对他的胃口了。正说着，乔冉眼前一亮，这不是他的小师弟吗？怎么也会在这里？沈青青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迎面走来的是严家小少爷。哟，两人认识，沈小姐好。严佑对沈青青打过招呼后，这才看向乔冉：“师姐，晚上好。真巧啊，小师弟，看来严佑的身份不一般啊。”不巧，严佑笑道：“因为我是专门来见你的。”一旁的沈青青立马精神，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视线在两人身上转来转去。乔冉看着眼前笑容腼腆又真诚的小孩，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十分无辜。这招他最熟了，不由警惕：“小师弟，好好说话，什么叫专门来见他？他会误会的好不好？”严佑委屈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看来不用我介绍了。小朋友这不来了。”沈青青捂嘴笑：“行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我也去寻找快乐了。”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姑姑又停下脚步，在乔冉耳边悄悄地说道：“你要真能给沈渊戴顶帽子，我反而佩服你呢。”乔冉嘴角抽搐：“您可真是沈渊的亲姑姑，有这么坑自家侄儿的吗？师姐，你尝尝这个，很好喝的。”沈青青一走，严佑献宝似的将一杯果酒递给乔冉：“师姐，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，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聊吗？”乔冉略一思索：“成，反正沈渊这个大老板不在，他也没啥事，那就听听呗，看小师弟到底有什么诉求。”严佑说了沈渊和他大哥严伯之间的矛盾，他提到严家和沈家一直有生意往来，他大哥和沈渊原本关系很好，但后来因为沈毅的离世而产生了误会，希望乔冉能帮忙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帮助他大哥恢复关系。乔冉拒绝了他的请求，他明白自己和沈渊只是契约关系，他才不想卷入豪门的纷争中，但对沈渊有个哥哥的事情十分好奇，因为沈渊从未提起过，看来这中间真的有什么瓜，这忙他肯定是不帮的，但瓜他有点想吃。这时严佑视线落在乔冉的头发上：“师姐你先别动。”接着伸出手去，此时却把乔冉几乎环抱在臂弯。乔冉下意识想躲开，严佑快他一步，握住他的手腕：“你头发上有个东西，我帮师姐取下来。”很快严佑松开了乔冉：“师姐你看，我没有骗你。”手心躺着一朵淡黄色的小花，估计是庭院的树上落下来，刚好落在了乔冉的发间。乔冉不动声色往后退一步：“谢谢师弟。”察觉到乔冉的疏离，严佑并不在意：“师姐，我……”不等严佑说完，乔冉忽然觉得不对劲，本能朝后看去，只见沈渊站在不远处，视线落在两人身上，隐约瞧见他唇角微微上扬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乔冉有一阵心虚，像极了被抓奸的妻子，只一瞬又理直气壮。他们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做，有什么可心虚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？乔冉无语，听出来了，这次都快把人扎死了。沈渊哥哥说笑了，我和师姐刚刚还说起了你呢。不等乔冉开口，严佑就笑着说道：“一直听师姐提起她老公，没想到竟然是自己人。你是？”沈渊斜睨着严佑，他刚刚看得清清楚楚，那朵花是他趁机放上去的，就是想占乔冉便宜。乔冉平时鬼精鬼精的，怎么关键时刻蠢得像个白痴？沈渊哥哥你好，我是严佑，严伯是我大哥，我今天来跟他赴宴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师姐，真是上天注定的缘分。沈渊轻笑一声：“原来你是严伯的弟弟，你不知道我跟严伯老死不相往来了吗？还敢跑到我面前来晃，真是厕所门口摔跤，离屎不远了。”严佑表情有一瞬茫然，又有一瞬委屈，更多的还是愧疚。对不起沈渊哥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其实……他欲言又止，那双无辜的眸子盛满了不安和无措，叫人忍不住想要保护起来。沈渊哥哥对不起，一副可怜兮兮的。乔冉于心不忍：“沈渊，你跟严伯的事，扯人家小朋友做什么？”说着摸了摸严佑的脑袋瓜以示安慰：“行了，你别理他，他动不动就发癫，快去找你大哥吧。”可是严佑怯怯地看了一眼沈渊，又看向乔冉，生怕自己走了，沈渊就会为难乔冉的模样。乔冉心都化了，弟弟虽然小了点，可弟弟乖巧懂事体贴人啊，没事的，快去吧。在乔冉的再三保证下，严佑终于走了。沈渊直接气笑了：“乔冉，你可真行，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难道看不出来那个严佑是个绿茶婊吗？居然还问他怎么了？”